美国要将日韩拉进统一的泛华联盟，引爆台海火药库，那就休怪大陆反击不讲情面了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梦轩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今天呢，来跟大家聊聊日韩在枪口上还怎么头铁。对这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在平台上点赞支持，谢谢。众所周知，继越南访华后，又一个东盟的国家访问了中国大陆，那就是菲律宾。这一次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士访华，不仅是受到了陆方的高度重视，更续了中菲情谊，而且还把南海行为准则敲定下来的同时，小马克士也还表态，不希望美国介入中菲领土争端。也就是说呢，美国还想要教唆菲律宾在南海主权方面与中国大陆作对，基本上是没戏了。这段时间，东南亚是已经表明不会去做这个赌枪眼的了，但日韩依旧这么的头铁。最近，韩国政府又突然翻脸，搞个访台，又是释放出核信号。不仅如此，日韩两国还死猪不怕开水烫，对中国人是搞区别对待。这不，日韩两国跟随美国的脚步，以中国大陆防疫放开还有风险，对中国的旅客施加了种种的不合理限制，还狡辩说这个是防疫的需要。尤其是韩国的歧视性政策是最为突出的，同样是限制出境，韩国对中国入境的旅客要求强制检验。更过分的是什么？韩国对中国的旅客是挂上了黄色的识别牌，还要在军警人员的押送之下，前往特定的地点做核酸，就像是抓犯人一样。如果说韩国对全世界的旅客这个标准，比如说美国、日本都一视同仁，那也就没话说。但偏偏是针对中国人，那这样的举动不就是摆明针对中国吗？搞歧视吗？日本也和韩国一样，对中国的旅客做了类似的做法，也是给中国来的游客挂上特定的牌子，安排到特殊的区域隔离，进行强制的检验。本来日韩早就放开了，又不是像中国大陆之前的严格管控，而现在中国大陆放开了，少量的游客即便是阳性，对他们的国家影响也不会太大的。哪怕就像是之前欧盟出台的规则一样，要提供出发前的检测证明，这算是合情合理，咱啥也不用说。但日韩这一次对中国籍的客人、对中国游客做出这样的一个政策，歧视性的政策，实在是过分了。对此，中国大陆也拿出自己的态度，并做出适当的反制予以回击。大陆政府也不和他们绕弯，直接暂停签发日韩公民来华口岸签证，以针对某些国家对中国公民歧视性入境限制。毕竟这次日韩对中国公民实施歧视性入境措施在先，中国大陆的政府暂停发签证在后。大陆网友也纷纷是表示说，长出这一口恶气。总之呢，局势到目前为止也是看得很清楚，日韩根本也不是中国大陆能够拉拢的对象，起码在目前他们脖子上是拴着链子的情况下是不能的。个人认为呢，日韩这些动作背后的真正原因，可能是美国的战略调整，准备从俄乌抽身，将战略重心移往到亚洲，给中国大陆更大的压力。如今呢，随着南海的问题告一个段落，美国是不得不在其他区域找回场子，比如说台海，但这个牌恐怕早已经被日韩给打烂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